大家好，我是狼王，欢迎来到狼王带你操美股，一个准到凶残的中短线交易频道。老规矩，点赞、评论、分享本频道给你喜欢炒股的朋友。有空的话，劳烦看完 YouTube 给您推送的广告，点进广告的链接，就是狼王频道最大的支持。我们闲话少叙，直接进入一周一次最重要的下周行情推演的节目。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吧，在9月份其实整个美股呢是一个非常震荡的高手行情我想大部分的这个新手投资者在9月的行情里面肯定都是过得不太好。那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在9月份既然走成了这个样子10月份会不会有一波不错的行情呢？狼王从来不卖关子，那我就继续的阐述一下我这个观点，就是我仍然认为9月份的这一波调整基本上达到了一个短期调整的最大值，对吧？6%左右的一个地方我认为10月的话整个大盘企稳的概率是非常的高的，好吧？只要不跌破止损位，我认为10月份大盘会重新回到这个上升的通道里。那我们还是就直接的进入这个整个的指数来进行一个分析。首先呢我们说一下标普指数。标普指数的话，在上周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周线级别是跌了 2.21%， 是吧？那整个一周其实是对于标普指数的跌幅来说也比较的大。但是从乐观的角度上面来看，其实在上周的这个收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标普指数它已经比较完美的走出了一个 W 底的盘整的第二条腿，是吧？第二条腿已经走完了然后在上周四的那个视频里面呢，狼王也给大家强调了，我说标普指数这一波不能跌破4275点的这个关键的点位，对吧？我说只要不跌破4275点，我仍然在短期之内是认为标普指数是会去破新高的。现在这么一波上周的下跌仅仅是一个 W 底的第二条腿。那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在上周五的时候，标普指数在接近狼王所说的一个极限的点位以后，就进行了一个迅速的拉起，对吧？最低跌到了4288点收盘价是收涨了大概70个点，对吧？4288到4000这个360多点。最高是吧？基本上是涨了70多个点我个人的话呢觉得其实上周五的这一根 K 线是非常的重要的，是吧？它起码给市场的信心是起到了一个提振的作用并且大家如果从消息面上来看的话，上周五的话，这个默沙东也说了，他们关于新冠的药已经在10月份准备去送审 FDA 这也就说明了这个我认为的下一波的这个重点应该会是传统板块的股票，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之前的话去年的话整个市场其实也都是炒消息，对吧？就比如说像当时吉利德的那个瑞德西韦推出以后，也是炒了一波这个传统板块的股票。那接下来的这一波的话，我认为尤其是传统板块的股票之前调整的也比较的厉害，很有可能机会会从这个科技板块的股票去转移到传统板块的股票，也是非常的正常的。那具体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一会儿再从那个标普指数和这个科技指数的 K 线图上，我再给大家分析一下。那对于这个标普指数来说，大家可以再次的看到，就是说之前的这第二波 W 底的下跌，它是沿着一个15分钟级别的下跌趋势在走的，对吧？那就是我觉得值得就是乐观的就是看法来看，就是上周五的话，标普指数暂时是突破了它这个15分钟的级别的下跌的趋势的，就15分钟的这个趋势就是已经涨破了，对吧？就是没有继续的沿着15分钟的趋势进行一个下跌。那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它是回到了一个1小时级别的一个 GMMA 的一个压力的地方那这个位置的话肯定就不适合大家去追高了，好吧？对于标普指数的话，如果说你周五跟着狼王在低点就是4200
90点到4275点的这么一个区间，对吧？4300点到4275点的这么一个区间去底部抄底了标普指数的朋友，那我觉得那你现在可以继续的持有带好移动止盈，好吧？那如果说没有抄底的朋友，在这个位置暂时先不要去进场，等标普指数的收盘价站稳了4400点以后然后再次的回踩15分钟级别 GMMA， 你再考虑去进场，因为毕竟现在这个点位呢，如果说它刚刚突破了15分钟级别的趋势现在在1小时级别 GMMA 的趋势这里，对标普指数的压力仍然是非常的大的，好吧？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还是等它站稳了4400点以后再等15分钟级别的回踩以后，再进场去抄底这个标普指数。标普指数说完以后呢，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它的反向的3倍做空。从反向的3倍做空来看的话，我觉得首先还是在这个对数坐标，是吧？因为老王经常会给大家讲，就是对数坐标和这个普通坐标的一个区别，那这个在之前的节目里面讲了，所以现在就不细讲。简单点说呢，就是从这个3倍做空标普来看的话，在上周五的话，这根 K 线的话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顶部的信号所以说我个人的话还是仍然是看涨这个标普指数的。好吧，我认为标普指数3倍做空标普去破这个15.09的低点是会很容易的去破掉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继续的持有多头的朋友就继续的持有，尤其是周五抄底的朋友。但是如果说上周五没有抄底的话我建议还是等标普指数突破了4400点以后，然后再等15分钟级别的回踩进场去等回踩去做多，而不是现在在这个标普指数的压力位这里去做多。虽然说我是看好标普指数的，但是我也不会作为一个技术派，作为一个就是完全的技术派，我是肯定不会在压力位去做多的。好嘞，那这是标普指数。标普指数说完以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道琼斯指数。道琼斯指数比标普指数强，是吧？也比 QQQ 要强。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的道琼斯指数在上周五的时候，它其实是有突破过1小时级别 GMMA 的一个压力的。但我们可以看标普指数在上周其实是没有突破1小时级别 GMMA 的压力，是吧？那 QQQ 就更弱了，更没有突破1小时级别 GMMA 的压力。唯一一个在上星期有一个尝试的假突破的是道琼斯指数。也就是说现在市场上的资金好吧，也是明显的有从这个科技板块转移到道琼斯板块的这么一个趋势并且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其实之前的这个 W 底对吧，这个日线级别的 W 底这个就是标普指数是第二个底部比第一个底部要低。那道琼斯指数的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第二个底部比第一个底部是要高的这进一步的说明了其实道指整体来说是比这个标普还有 QQQ 都是要强的，对吧？毕竟标普的最低点是33785，然后之前的低点呢是33613， 33785是高于33613的，所以说这再次的代表了就是说道指是要强于其他的几个指数的，并且大家可以看到在周五的时候道琼斯指数也是持续的进行一个底部放量的一个信号。好吧，所以说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说现在道琼斯指数的话是强于这个标普指数还有 QQQ 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道琼斯指数的股票。但是现在这个位置仍然不建议大家去追高道琼斯指数，好吧？也就是说上周五的话，如果说你周四听了狼王视频的在周五的低位进行了一个布局，那样就比较好，你这样的话利润已经跑起来了，对吧？就再怎么样的话，你是不会进入到一个亏损的状态。但是如果上周五没有去进场做多道琼斯指数的朋友，大家也可以看到道琼斯现在也是收在了1小时级别 GMMA 的一个压力位这里，对吧？在压力位这里是肯定不建议大家去进场去做多的，也只有等道琼斯继续突破了这个1小时级别的压力以后，等回踩1小时级别压力的时候再去进场去做多，好吧？这样的话才会更加的稳。好嘞，这是道琼斯指数我们也在稍微的看一下就是反向的3倍做空道指。那大家可以看到之前我狼王也跟大家强调过一件事儿，
就是反向3倍做空道指之前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压力位，在31.8块，对不对？31.8块这里，当时老王给大家强调说，我的这个点如果说它4次突破就会比较的危险。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确实是进行了4次以后，现在是4次突破以后，是吧？然后又一次的回踩这个31.8块的这么一个压力位。那我希望就是说，现在这个点位肯定是不建议大家现在再去进场做多道琼斯指数的。虽然说我看好，但是我说了，我要等突破以后的回踩再去做多。主要的原因呢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3倍做空道指也是收在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支撑位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说只有等它快速的收盘价跌破了31.8块以后才可以考虑，就是说道指也重新回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里，然后回到这个位置以后，再等回踩的时候去做多，才是一个技术派真正一个理性的操作，好吧？要么你就是在周五的时候，在狼王所说的极限点位左侧去进行一个交易，要么呢你就等它突破了31.8块以后，是吧？回踩的时候右侧的交易去进行一个做多，好吧？而不是现在这一个既不适合左侧做多的点位和右侧做多的点位，现在这个点位去进场是非常的不好的，好吧？这是道琼斯指数。道琼斯指数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 QQQ， 纳斯达克100。纳斯达克100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在上周五也是踩到了狼王所说的一个可以布局的点位，对吧？354.2到这个352区间，对吧？踩到了支撑位以后，也强势的进行了一个反弹的动作。持有的朋友的话，切记带好移动止盈，好吧？因为毕竟整个 QQQ 的话，是在4大指数里面最弱的一个板块。为什么是说它是最弱的一个板块呢？它也是沿着15分钟级别的下降趋势进行了一个下跌，大家可以看到，对吧？然后在上周五的时候是突破了一下15分钟级别的下跌的趋势，但是并没有到1小时级别的 GMMA 的这个压力位，对吧？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标普呀，还有道琼斯都已经站上了1小时级别 GMMA 的一个压力但是 QQQ 是没有去打到这个 GMMA 的这个长期均线组的压力位，所以说 QQQ 的话仍然是4大指数里面最弱的一个板块，所以说现在不要去抄底 QQQ， 好吧？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尤其是它也现在在压力位的一个地方如果说你在354.4的这个位置，就是狼王周四所说的一个地方已经进场了，那我觉得你带好移动止盈，没有进场的现在不要进场，好吧？等 QQQ 真正突破了365以后，好吧？等 QQQ 站稳了366以后，才可以考虑是否等回踩的时候再去进场做多。那个时候是一个右侧的进场，左侧的进场呢是在352到354之间，好吧？那我相信周五看狼王节目的朋友已经进行了一个进场的动作，那你就要带好移动止盈，锁住手里的利润。QQQ 整体来说的话，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可能很有354.38的这个低点，大概率就是 QQQ 这一波下调的一个低点了但是还是如果说你是右侧的交易者的话，还是建议等它站稳了366以后的回踩再去进场做多 QQQ， 好吧？QQQ 说完以后呢，也在就是依照惯例的讲一下 SQQQ， 每次周末的视频嘛。SQQQ 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觉得就是 SQQQ 的话，现在这个8块8毛9，也就是上周五的一个高点，正好就是 QQQ 的一个平行通道对数坐标系的一个压力位。所以说这个位置的话，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说，我觉得 QQQ 上周五的低点大概率就是 QQQ 这一波回调的低点了。好吧，这是为什么我有这个判断的原因。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罗素板块罗素板块狼王一直给大家强调，就是说罗素板块很有可能会是接下来的这一波领涨的一个板块。那具体的原因呢，首先是因为罗素板块大家可以看到已经盘整了将近1年的时间，对吧？从这个2021年的1月份到10月份，其实已经盘整了9个月的时间，都在这个220块钱左右的都在这个210块钱到230块钱的这么一个区间里。然后呢，随着这个
新冠药物的，这是其实一个新消息面结合一个技术面来分析吧。技术面的话，罗素现在是最健康的，对吧？因为它不断的就是站上了1小时的级别，甚至已经站上了日线级别的一个 GMMA 的一个支撑位，所以说对于罗素来说的话，它现在整体的一个形态来说是4大指数里面最好的。所以说我觉得持有罗素的朋友可以继续的持有，并且大家也可以看到，在上周五罗素跌到了220到218，老王所说的这个可以继续去布局罗素的点位以后，罗素也是在这个点位里面迅速的企稳了。并就是刚才不是说了吗？新药已经出来了，对吧？治新冠的那个药物在10月份就可能大概率的会获得 FDA 的批准，然后的话，到时候这个传统板块和罗素板块搞不好会继续的迎来一波突破。所以说持有罗素板块的朋友继续的去持有，好吧？不能跌破218，只要不跌破217块7毛4的这个极限点位，继续的持有罗素板块的股票，我认为它仍然还有向上进攻的一个空间。罗素说完以后呢，最后再来说一下 UVXY。UVXY 的话，一直跟大家强调，就是说我认为这个之前的这一波从这个20块钱反弹到30块钱的这一波，已经把 UVXY 的一个反弹的动能给释放掉了。那大家也可以看到，确实是在第2波的反弹里面 ，UVXY 整体的反弹幅度就没有超过30%，对吧？那也就是说 UVXY 的反弹幅度也是在逐渐的变弱，这也就代表着市场的信心和恐慌的市场的信心在增加，恐慌的情绪呢在进行一个消退所以说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呢，就是暂时不要去做多 UVXY。之前我说 UVXY 很有可能会去19块钱的一个区间，现在我认为可能19块钱的一个区间都不一定撑得住，所以说接下来大盘很有可能会进行一波强势的拉升，所以说暂时先不要去碰UVXY 了。好嘞，那这就是4大指数加上 UVXY 的一个分析。最后呢，我们再来过一下这个原油，还有比特币，还有黄金。原油的话，现在仍然是在一个上升趋势里，对吧？能源板块非常的强势。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呢，就是现在原油只要不跌破74块，仍然逢低的可以去做多原油板块。黄金的话，我认为现在仍然还在压力位这里，所以说不要着急着去进场做多黄金，好吧？只有当黄金突破了1775点以后，我们才可以考虑是否要继续的去重新回到黄金的一个多头的地方去做多黄金。没有突破1775的话，现在黄金仍然是下跌的趋势，不建议大家现在去进场。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比特币。比特币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上周的话，它是有一个就是突破的动作。既然比特币有突破的动作的话，我首先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它现在是刚刚站稳了48500块钱左右的一个地方。那也就是说比特币现在这个点位是肯定不建议大家去进场做多的，好吧？因为它毕竟它在这个平行通道的支撑41000块钱这里已经进行了一波反弹，那你要做多的话，也是在平行通道的支撑，在这个41000点左右去进场。现在在平行通道中间的一个地方是不适合大家进场做多，也不适合大家去进场做空的朋友。如果说你已经手里有利润的话，一定切记带好移动止盈，好吧？锁住手里的利润。如果说你想去右侧去追多比特币的话，我认为可以考虑在这个47200块钱左右的一个地方，47100吧，好吧，47100左右的一个地方考虑的话，等1小时级别 GMMA 的回踩去进行一个做多，但也不能跌破46000块钱，好吧？跌破46000块钱这一波趋势也就走坏了。右侧的朋友可以在47000点左右去进行一个布局。好嘞，那最后再说一下中概股。中概股的话，我认为仍然还没有跌完，好吧？因为毕竟的话，88又一次的破了新低。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中概股的话，暂时不要进场。
总结一下今天的一个观点呢，就是现在四大指数是吧？我认为在9月份已经做了一个充分的整理了，这个 W 底已经做完了。接下来在10月份的话，我是看它会进行一波拉升的一个动作的。那但是右侧的朋友最好还是等它突破了狼王所说的一个压力位以后进行回踩15分钟级别 GMMA 或者1小时级别 GMMA 回踩的时候再进行一个做多，因为毕竟周五还是收在了一个压力位的地方，好吧？那如果说左侧进场的朋友在周五已经进场的，那现在就是拿好手里的股票，那带好移动止盈，好吧？不要让你的这个盈利，就是当你手上的盈利跌的超过你手上盈利的，就是当你手上的利润被吃掉一半的时候，我就建议大家去进行一个移动止盈的操作，好吧？因为正好也是有朋友问怎么做移动止盈，简单点来说还是看好的，好吧？那但是大家还是等突破了以后再做多。你要左侧进场的话是在周五，跟着狼王的点位就已经进场了，然后就是不能跌破周五的低点，好吧？所有的指数都不能跌破周五的低点，如果跌破周五的低点的话，就先行离场吧，好吧？就先行离场。好嘞，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狼王的节目啊，我们明天的盘前个股快播再见。